奴才向皇太后请安，向皇上请安。免礼。奴才知道皇太后喉咙不适，食欲不振，特别为皇太后准备了7星百花茶。7星百花茶，从来没听过，是什么？是一种民间偏方，用淡竹叶和清热解毒药材，再加7颗红枣，以露水煮制，有助舒缓皇太后的咳嗽。皇额娘，想不想试试？好吧。皇太后请茶。香醇甘甜，不错。做得好，燕儿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，奴才告退。皇后娘娘，若真如彩兰所说，那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你到底给哀家喝的是什么，弄得哀家说不出话来？奴才……皇额娘息怒，全妃，你慢慢告诉御医，你到底敬了什么茶，给皇额娘喝？奴才敢问全妃娘娘，你给皇太后饮用的7星百花茶都有何成分？所谓7星是指7颗红枣，所谓百花是指甘草、桔梗、杏仁、桑叶、菊花等清热解毒药材。皇太后是热咳，我刚才提过的药材都可以帮到皇太后。奴才真不知为何会令皇太后失声。皇上，奴才明白了。根据奴才为皇太后诊脉，皇太后其实是患了风寒，有寒痰，而全妃娘娘误用热咳法的配方给皇太后服用，令皇太后痰积于胸，咳不出来，才会引起短暂失声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皇太后昨晚咳得比平时更厉害。如不察觉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妹妹做事一向认真谨慎，为何这次会不小心？寒咳当作热咳啊？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你一定是恨哀家，之前要你去招魂，所以加害于哀家。皇太后恕罪，奴才绝无加害之意，确是无心之失。为了谨慎起见，预先多方打听，想不到……朕相信全妃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一时心急，才会信错人。皇太后息怒了，妹妹这样做也是一片孝心。倘若要怪罪呢，就怪罪袁婉吧。袁婉乃6宫之首，没有好好教导妹妹。皇太后要怪罪的话，就怪罪袁婉好了。根本与你无关，不用你替人顶罪。这次哀家看在皇后份上，不怪罪于你，你好自为之。主子，都怪奴才愚昧，收错了消息，连累了主子。嬷嬷，你无需自责。后宫本来就真假难辨，敌友难分，更何况有人刻意放假消息陷害，我们避无可避。到底谁想害主子呢？主子，你说出来，我去跟他理论。这次事件很明显是有人故意误导，想让本宫跟皇太后的关系恶化，而这个人竟然可以控制后宫个人的口径，地位绝对不会低。而一般妃子
应该不敢担当令皇太后病情恶化的罪名。莫非你指的是皇后？我们未有证据，千万别说出去，以免多生事端。哦。妹妹，见到本宫，为何不过来请礼啊？奴才向皇后娘娘请安。奴才不敢打扰皇后娘娘弹琴雅兴。看你平眉蹙额，忧心忡忡的，一定是为了七星百花茶的事而忧心。不用难过，刚刚进宫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慢慢学呢。凡事若一步登天，人就不会懂得从失败中汲取教训。奴才一定谨记皇后娘娘教诲。唉，皇上这几天每晚都来我储秀宫，就连梦中都叫着本宫，想办法安慰皇太后。妹妹真是令皇上跟本宫寝不安席呀。如果皇后娘娘你想有觉好睡呢，应该像我家主子这样，多抄佛经，多积福行善，就会问心无愧，睡得安宁啊。大胆！主子说话何时轮到你这奴才多嘴了？嬷嬷，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抄经是由心而发，还要日子有功，不可临急抱佛脚。我这块玉佩就不一样，是皇上送给我的平安玉，曾经失而复得，还在我危难之时及时相救，令我明白，皇上即使身处他方，也能心驰神往，平玉寄情。时候不早了，妹妹不打扰姐姐，妹妹告退。主子，你的手流血了，奴才立即宣太医。何事如此怒气冲天？谁惹火我们的皇后娘娘了？睿亲王，身为臣子，见到本宫竟不行礼。哦，绵心向皇后娘娘请安。啊，当皇后可真神气，可以要风得风，为所欲为。不过却好像不太开心呢。本来我可以很开心，都因为你突然带穆亲王的骨灰回来，撮合了皇上跟钮祜禄一兰，不然本宫不知道你是何居心。你说我会有何居心？本宫今天没兴趣对牛弹琴。